我那时候啊，很受伤，有点畸形，有时候没办法操控。我的手没这么震水了，好像没有指纹了。这个手啊，是我最好的伙伴嘛，从毛头上没有了咯，都是伤疤的，吃喝拉屎都靠它。包的6号不要辣，可以收到。好香，粿条羹，而且不好香。我姓于，叫明勇，我62年次的，就是今年63岁了。我是小贩，卖潮州面、把炒米来的。我一天可以大概卖250碗。我单手煮面的话是没有什么诀窍，只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。打个比方，就好像说你抓面的时候，有时候面会抓多或者是抓少，那么就开始慢慢再调试，就把这个东西迎刃而解。应该没有什么东西我做不到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毕竟我不是刚刚发生这些事情。于明勇每天凌晨3点就来到了档口，多年来，他靠着一只左手养活了整个家庭。他是在40年前的一场意外中失去了右手。1984年，大概是4月10号，那一天，我在工厂里面做一个技师维修员，就修理机器的时候不小心滑倒，把我的右手放进那个齿轮，把它夹碎了。当年我才21岁，我也不敢想象，真的是人生最黑暗的那一天，那一刻才开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手神经线它还没办法跟我的大脑解除，说我已经没有这个痛。不过它的痛远远都是在那边。尽管剩下一只手，当时的女朋友还是嫁给了他。他决心凭着一只手拼搏下去。其实我曾经是自暴自弃，但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太太，她真的是给我了很大的鼓励。那时候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大概半年多，但是她也是依然跟着我一起受苦。孩子出事之后呢，她也去上班，她也去找工作做，那么我就在家里帮忙看孩子了。人生总必须要活下去，必须要走下去，路还有漫漫的长路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开始慢慢尝试学习用左手。一只手当作2只手使用，生活技能一切得从头学起。起初心里是战战兢兢的。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来包小孩子的尿布嘛，都是要用安全扣针跟它扣住，那个时候才是最惊险的一幕，因为安全扣针有时候要跟它绑好来，那么有时候那个针要扎进去到肚子里面，真的是怕扎到他小孩子。在距离新加坡35公里的柔佛五级英达，有一位被顾客称为“杨过”的小贩，他每天用单手为生活打拼。杨过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人物。我名肖养正，我今年32岁，我卖沙煲咖喱头了。为什么我叫杨过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小贩很多个档口了嘛，我对面那个安哥安弟他们2公婆，他讲你跟杨过一样啊，一个拿刀，一个拿插过头罢了吧，就开始叫到今天，真的很多不懂我名养正。在当小贩之前，肖养正在新加坡的家私店工作。当年年仅20岁的他，未曾料到一场车祸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。2012年12月，我跟我朋友住在这地了，住在 PIE 那条路，车祸。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到医院了。我一醒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我的朋友已经去世了，我就接受不了。那时候很痛，真的很痛，有刀你在自己杀自己了。越长堤闯事业，萧养正没想到车祸会夺去了他的右臂。当年20岁的他感到非常茫然。我第一眼张开的时候，我看到因为 ICU 有玻璃的嘛，我一看到我妈妈的时候，我知道这种人很够力的，因为我妈妈从在感冒都出到来了嘛，我知道很严重的，那时候嘴巴插着东西讲不到话哦。从马来西亚赶到医院的家人看到疼爱的老幺躺在病床上痛不欲生。这场意外对疼爱他的姐姐来说是沉重的打击，最痛苦的莫过于姐姐不得不接受弟弟即将失去右臂的事实。我是祈求医生想希望你可以把他的手留着，就算不能用都可以，因为我知道我弟弟是很爱美，他很年轻，刚开始罢了。尤其他是做家私这个行业，对于做家私他们需要2个手啊，手对他太重要了。过后医生一直讲不能，他的手指第一他变黑，他的血完全通不到，然后第二我的弟弟他眼睛会开，可是他没有清醒，他一直在严重的状态里面一直往下。医生就跟我讲放弃吧，你放弃。我不舍得，就不舍得哦。然后过后我妈妈他们都讲sorry， 就是要留一个性命啦。在悲痛中，姐姐心如刀割地告诉养正，右臂必须切除。我就进入这个房间里面，就告诉他，等一下要进行这个手术，因为你的手不能了。我记得到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他跟我讲，他只给我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意思讲我手没有了，我工作不到，我们家里也没有钱。我就跟他讲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先过掉先，我们命留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都会把你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不能接受，就是讲，那时候可能年轻嘛，刚刚学会一样东西，刚刚学会赚钱了，就把我一下子拿回去了。但过后想一下，我家人比我还辛苦，我又不敢去讲了，就吞着，忍着。医生告诉我们，人是有记忆的，他会一直觉得他的手是全在的，所以他会很有意识的要去，好像动他的手这些。你要告诉他，没有了。有时候可能他睡着了，他自己都不懂了。他睡着，他会问你我的手在哪里，可是他自己不懂，他问过这些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漫长的去打这个仗，让他慢慢自己身体复原。心理上的创伤就慢慢吧。人生总会经历波折，年过60的俞明勇，人生也曾陷入低谷。40年来，他就凭着一只手坚强地熬过了许多难关。然而，至今他心中还有一道未愈的伤口，让他想起16年前过世的妻子。因为他接手他父亲的档口，我们经营那个时候生意也是很差，以致造成很多经济上的问题。刚好那个时候就造成他一时想不开，就变成他会轻生的，会有个念头，变成他去轻生。真的，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去接受这个现实。妻子的离世令俞明勇陷入极度的绝望。当时他有3个孩子，想到未来，茫然失措。
我是真的跑到对面，把整罐酒喝下去，烈酒喝下去，跑到对面，爬到11楼，准备要跳下去的时候，我才突然间清醒，觉得说我不能够再掉下去，我不要让孩子更伤害得更严重。我不可能为了这个事，我结束我这生命，我会害到我们孩子的前途就更加没有希望。那个时候我就自己退下来之后，告诉我自己必须要坚强的活下去，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必须扛下来。最终，俞明勇还是扛起了为人父亲的责任，加上长子的分担，两父子3只手养活了一家人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可以的，我就是努力的去帮他扶他起来，我就担任了帮他的责任，所以早上我就会去帮忙他准备好一天的开始。帮完然后我才去做我的工作行程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坎坷，所以早上我们就大概3、4点我们就起来，我大概睡5到6个钟头左右哦。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自己也是要走出我妈妈的这个伤痛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来一面切一面哭，对啊，是不容易的。永远记得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：你可以去玩，可是当你一定要记得，你有一个责任，你的责任就是帮助你的家人，还是你要帮助你的父亲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不管做到11点、12点，我还是一定要回去把肉切好，把猪肝切好。隔一天早上还是要3点4点起来，这个就是我所记得我妈所跟我讲的，这个就是那个责任。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展威，接着的5年，父子同心苦干，直到另一位得力助手的出现，父亲俞明勇的人生才重新迎来了春天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俞明勇的面摊终于步入正轨。在艰难的经营过程中，现任妻子的支持大大减轻了他的负担。其实我现任的太太是经过网上认识的，虽然有些人觉得说上网认识的都是骗局，但是当然我们认识之后就去交往的时候，他觉得说我也很坦白的跟他讲说，我是经过这些事情经历了这些人生的东西，他也觉得说他能够接受我。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既然你的手少一只，你没有说像别人说在家里自暴自弃，你自己去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还养大3个孩子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我就说很想认识一下这个男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。他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，真的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，好像感觉生活给他的压力很大，很想去帮他，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他，去心疼他。原本担任幼教老师的妻子，体恤明勇的工作艰辛，毅然辞职到档口全勤协助。我欣赏他就少了一只手，还会继续去做这种工作，真的给我的感觉比有些人双手都还要厉害。经历了生命的残酷打击后，杨正逐渐走出了阴影，并决心要独立生活。我第一样做的事就是驾车，这个我最记得了。我妈妈不肯我驾，我一定要驾。为什么？我也可以驾车，我的生活不用依赖人家了吧？我不能驾车的话，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依赖人家，这个是不是办法？
我可以驾车，我就知道跟我妈讲，以后我生活不用怕了。适应了单手生活后，肖养正决定创业，经营一个售卖瓦包美食的摊位。我的东西我全部要放好来哦，好像我一转头我就要拿这样东西，好像我要拿这样东西啊，我一定要放旁边。因为我这个手我接不到力嘛，我就一拿，不然就很慢了。我必须要徒手把握，切菜、洗碗、捧菜，这样我根本我一个人完成不了。尽管努力工作，生意不错，但休息时间不够，导致左手过度操劳，出现了问题。手拉到，他根本就拿不到那个窝，拿不到了，已经痛到睡不着哦，痛到醒来呀，找中医了，针灸，可以，没有办法要生活啊，必须要啊，这个就是我的饭碗了呢。他跟我说他要做这个影视业，刚开始我有一点觉得，好像不能这样，只有一个手了，你不再爱护你这个手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你又心痛，你又生气这样子。因为不想要他做，就因为觉得我很珍惜你这个手，你懂吗？我不想要你这个手有任何的损失，我想要你用这个别的方式去赚钱啊。他跟我说我不会读书，我不会这种，你也花我身上很多钱了，我不想这样，我想要我自己去赚钱。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左手，肖养正聘请了多位助手，让自己的手有足够的休息时间。姐姐的态度也因此有所改观。我也没有想到他可以做到这么的成功，那个窝可以拿到这么的熟练，那个蛋可以这么煎，我都没有去想到他是可以做到这么的好。如今闲暇时间多了，肖养正重新投入了他热爱的嗜好。发现我自己可以钓鱼，就是我去找我朋友哦，我朋友在里面钓鱼，他去厕所叫我帮忙看一下，他有鱼吃他给我就拿起来自然反应，他就会教我。自然反应的这个我也自己不懂。一脚讲我朋友回来的时候吓到啊，怎么你钓上来了这样？我跟他讲我也可以陪你们钓鱼哦。他现在跟之前差好很多了啦，他可以出门找朋友，他也是很努力的，现在变得很开朗了咯，不像之前刚车祸的时候，他现在啊不怕人，就可以说面对外面的人了，之前他不敢面对人的。我们从小都喜欢钓鱼的，我们没有想到他一只手他还会来钓鱼，一只手谁呢？一只手来钓鱼，是吧？如果换作是我一只手，我是不来的。这个手啊，最好的伙伴嘛，毛头上没有了咯，赚了哦，就变这样了哦。甚至啊，我现在呀、看开了哦，因为我的命是赚回来的，我活一天我就赚一天了。现在，你看我现在我生活，你看我现在我12年出事，现在14年，我再赚了12年。我想着那时候躺在病床，讲不要担心，这个社会还需要你啊。那时候我们不懂了嘛，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？那现在我们生活过来了，我们跟每个人生活都一样了，只是我们少了一只手，没事啊。我的手大致上会比较有点畸形这样，因为每天煮面啊、磨面啊、泡水啊，所以基本上指纹都不见了。有时候关卡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用盖章，用手印、刀子什么都不可以了。孩子都很理解，因为毕竟他们出事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已经这一只手。我觉得我爸爸靠一只手负担起了我们的家庭，也是让我学会了我们自己本身
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得到的。所以虽然说他少了一只手，可是他也是给我们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完全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羞耻还是不好看的东西。我也是觉得很骄傲。俞明勇在2022年和陪伴他多年的女友登记结婚，当时因冠病疫情，他们未能拍摄婚纱照。今年他决定为妻子补拍婚纱照，孩子们也纷纷送上了祝福。看得出他真的是很真心的对待我父亲，我们也当然很支持 ，and 很祝福他们。有一个人是很真心的对待我爸爸，也是很照顾他的生活，我们也是感到很庆幸。他是真的是帮我很多了，心灵上的话，就是说他真的是能够为我持家，还有包办炭口的生意，他都能够胜任有余。我做到了，我能够在很多人没办法做到的东西，我都能够胜任有余。人生做到这一点的话，没有什么遗憾。